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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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不行，不行！我们回到汝阴，现在我城郊的山房小住，天天赏花，看看日出日落，观星月云雾，只有我们2个人。让我出去！让我出去！我要上山！别往前挤！站住！喂，前面何事？为何关闭城门？小人也是奉命行事，由现在起封锁城门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你可知，这车上坐的是何人？堂堂汝阴侯与平阳公主，你也敢阻拦？你是奉谁的命？奉皇上的命。自从做了皇上身边的侍中，果然不同。公主，皇上可有说过，连他的姐姐也不能出城吗？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？还请公主赎罪。臣实在不能为公主和君侯开门，因为大将军刚刚被刺客行刺。皇上有旨，闭门封城，捉拿刺客，任何人都不得出城。如有违令者，斩。所以大将军伤势如何？请恕臣不便多言。公主还是请回吧。不要推搪，快说！大将军伤势如何？有无性命之忧？大将军遇刺关乎国事，皇上有旨，任何人都不得泄露消息，否则罪同叛国论处，还望公主见谅。如此劳师动众，看来伤得应该不轻。去大将军府，听到没有？我说去大将军府。谁敢拦本公主？参见平阳公主，夫人下令闭门谢客。全给我让开！公主，公主，大将军确实不见客呀。公主，参见公主，我要见大将军。大将军真的能参见公主？公主请留步。敢问公主，可是奉旨而来？大将军遇刺，我前来探问，何须圣旨？既无圣谕，大将军不见客。公主请回。我是卫青的雇佣，亦是雇主，与他还是君臣相称。难道他连我都不肯见？还是伤势严重的不能见人？沈家不便多言，请公主见谅。皇宫禁苑都无人敢阻拦我，就凭你？可此乃大将军府，我是大将军夫人，公主请回。喜娘，是，你是如何管教女儿的？尊卑不分，欺辱雇主，忘恩负义。公主岂可？还不快为本公主引路！公主，参见皇后。参见皇后。冲动无助于卫青，公主请自重。相信公主与我一样，都非常担心卫青伤势，但请公主稍安勿躁。嘉儿，卫青现在伤势如何？回皇后，大将军情况不可外泄。我是皇上的亲姐姐，并非外人。难道连生死都不能说吗？还是有人从中作梗？沈家出身卑微，从未敢望公主提携，更不会故意刁难公主。但这却是皇命。我要见他，看他是否安好。公主，汝阴侯夫人请自重。公主既为人妻，硬闯大将军府，登堂入室，非要见卫青不可，叫人如何看待公主？本公主胸怀坦荡，关心为大汉出生入死的大将军，难道还要顾虑那些无知妇孺的狭隘目光？
即使公主不顾自己的境遇，难道也不维护大将军的名声吗？公主对臣下的关心，即使本宫能体谅，沈家能理解，这堂中的众人不敢多言。那汝阴侯呢？本宫方才进来，见汝阴侯的马车尚在府外等候，这大街上人来人往。目睹公主抛下丈夫走进大将军府，又叫汝阴侯情何以堪？汝阴侯夫人，请放心，卫青自有大将军夫人的照顾，若有消息，定当报知。汝阴侯夫人，请回。恭送公主。石总管在。送客。诺。有请夫人，代为问候大将军。打扰了。吓死我了！皇后啊，幸好你及时赶到，否则今日都不知怎么请公主走。女儿啊，没想到你的架势可以挡得住公主啊！哎，你的手抖得比我的腿还厉害啊！带我去见卫青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刚去求神保佑你们夫妻俩，怎料一进家门你就告诉我卫青受伤了，到底伤得有多重啊？快带我去看看。母亲啊，你留在此，我先陪皇后进去，你替我挡住来客。卫青受伤，王侯百官肯定也想来谈，下人恐怕拦不住。喜娘，你是太夫人，皇后放心，女儿放心。虽然公主我挡不住，但是其他人，只要有我喜娘在，谁也休想踏进大将军府。你们也在此等候。诺。卫青自出门和段大哥练剑，就一直不曾回府。传出他受伤消息后，我只是受命守府挡客，却一直无人来传他的消息。我得知卫青受伤时，皇上在议事，我无处可问，就赶过来，却没有了解事情始末。你也是关心卫青，只是不知道他现在情况如何，伤得严不严重，有没有性命之忧啊？你别担心，我即刻回宫，向皇上问明白。陛下放心，臣都安排妥当。参见陛下。不用多礼。谢陛下。外面是否一切顺利？朕已经下令关闭城门，侍卫正在挨家挨户搜查刺客。如今全城戒备，人心惶惶，官民都在议论你是生是死。先前在长安城中形迹可疑的淮南客旅，果然在一日之间消失无踪。看来我们的估计没有错，他们是在为刘安通风报信，以刺杀卫青。想必他们如今已经逃回淮南，争相报命。只要他们的目标不是陛下，臣就安心了。刘安这是老狐狸，不敢刺杀朕，就谋害我们的干城大将。他若是得逞，下一步恐怕就是挥军长安了。幸亏陛下英明，早料到边疆战事刚过，我军粮少兵乏，刘安必定会趁危偷袭我们，提前布置了守城防兵，才能发现那些淮南客旅。也要你们故意放出卫青单独到城郊的消息，才能有机会引出刺客。其实朕知道你们二人准备以身诱敌，别不无担忧。毕竟敌暗我明，你们又以寡敌众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谢陛下为臣劳心。此计虽然会有风险，但我们也是早有防备。其实，风过留痕，雁过留声，他们的一举一动，早在臣等鼓掌之中。何况臣早就以假护身，即使故意被擒，因刺客攻击，也会安然无恙。而且在刺客发现我有护甲时，还有段大哥会杀了他。我是怕他露出诧异之色，会被逃走的其他刺客发现。那些刺客味觉不同，
不知我们故意放生他们，更不知我已假解蒙混，见任务已了，便慌忙逃逸。不行！但我还是抱住卫青，高呼其名。卫青！相信那刺客已将我受伤的喜讯带给刘安了。刘安以为可以刺杀我军主帅，乱我军心，朕就将计就计，来个瓮中捉鳖。陛下，臣已在淮南通往长安的险要之道布置了新兵。一旦段大哥带来刘安起兵的消息，臣就领兵伏击，以少胜多，以逸待劳。有了你们的周全计划，朕就放心了。只是委屈你，暂住这密室中，为朕筹谋。只要陛下有用得到臣的地方，臣万死不辞。要向你的家人隐瞒，让他们担心了。但此事重大，越少人知道越安全。除了此处的这3人，不能向任何人透露。诺。可陛下，皇后与卫青素来姐弟情深，皇后知道卫青遇刺伤重，必心急如焚。陛下圣安。免礼。来，皇后过来陪朕喝酒。诺。臣妾还以为朝事繁忙，想不到陛下有如此兴致。秋意渐深，朕煮了菊花酒，刚想叫子夫过来共尝，你就来了。其实臣妾早前来过，只是陛下在议事，知道朝中有紧急之事，不敢打扰。今日确实朝事忙，烦恼多，难得今日可以舒舒气。子夫就陪朕喝几杯吧。看来朝中烦恼之事已经事过境迁，并无大碍。酒味如何？菊香四溢，沁人心脾。果然是好。酿造美酒，讲究稻粱制优，酿取得时，吹煮洁净，还要水泉香醇，器皿精良，火候恰当，这几样缺一不可。可朕认为，这6物之外，尚有一点，就是安心静候。6物具备，就要将之封存，静待酝酿成酒。若执意在中途解封揭盖，那就会泄了酒香，坏了美事。既然陛下不欲接着酒中奥秘，却任由外间风言物语迭起，相信必有深意。酿酒繁琐复杂，但愿朕的子夫不用操心，只要心安意舒，静待好酒酿成，与朕一起品尝其中意趣。臣妾先谢陛下赐酒。既然陛下想听风赏物，臣妾也盼尽一份力。就让臣妾率领后宫众人素服斋戒，出城到高祖庙祭告，以助那风急雾浓，愿美酒早成。不愧是朕的子夫。夫人，夫君，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虽然姐姐叫我不用担心，安心在府中党课，可是1天没有见到你，我的心就是放不下。放心，放心吧，我们现在不就只相见了吗？其实我也对你放心不下，别哭。
这次还好有姐姐说情，才能让你我见这一面。其实姐姐早就猜到，你和皇上是故意散播消息，她就带着嫔妃出城祭祖，让长安城内外都以为你危在旦夕。这次真要多谢谢姐姐，但更要感谢你。这段时间里，既要照顾家里老小，又要为我挡客。只要夫君安好，做什么佳儿都愿意。我知道，公主曾经到大将军府，公主恃强，你又一直视她为恩人，与她相持，受委屈了吧？公主与夫君交情深厚，得知夫君重伤，她必定焦急，却又不得见，难免担忧。幸好有姐姐及时出现，帮我解围。与佳儿成婚后，每次我陷入危机，紧要关头，我想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姐姐，我的3个孩子，还有可以把秘密、性命都交托的我至亲的妻子。听到夫君这番话，佳儿很开心，只盼望夫君以后能够诸事不相瞒，只盼着片刻的相依能够永远就好了。真希望我可以早日平定内忧外患，一家团聚。既然是生死之亲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家里。等夫君回来，只要夫君能够平平安安，就算折佳儿的寿。你不要这么说，我们一定会白头偕老的。如今普天之下都在议论，以为卫青遇刺，已伤重而死。只是朕不敢发丧。淮南那边已经整装待发，一切按我们筹算而行。卫青已经布好了3道防线。第一道就是城高要道，刘安与衡山王不和，出兵必然绕过衡山王封地，那城高就是必经之路。但城高要道宽阔，刘安不难杀出，所以还有第2道防线，就是崤函。此处深险异常，乃天险所在。臣的密探来报，刘安多番与崤山以东各郡国联系，看来刘安是想以崤函作为据点，借兵力与天险突袭长安。卫青虽然在密室之中，却早已派亲信驻守崤函里外。此地关隘坚固，易守难攻。我军早着先机，伏兵于此，就可以将刘安全军覆没。好一个卫青！此次布阵看似守，实为攻。我们就以逸待劳，瓮中捉鳖。启禀陛下，淮南王刘安的侍中雷贝跪于未央宫外求见陛下。此人乃刘安亲信，此时来长安，千万不要坏朕的大事。陛下，臣雷贝急奔长安，只为忠心效力陛下，不能坐视淮南王刘安图谋作反，悖逆无道，特前来禀告，望陛下挥兵征讨。淮南王在封地一直安分守己，爱民之名远播。你一个小小的郎中，竟敢以下犯上，若无凭证，便是诽谤亲王。臣并无诽谤，淮南王屯兵已久，伺机而为。早前大将军遇袭被刺，就是淮南王指使，旨在令汉军无帅，军心不稳呢。你当朕是昏君吗？没料到这一切，不会预先埋下伏兵吗？陛下恕罪，罪民只是弃暗投明心切，才急于相告。但有一事，陛下恐怕不知，其实刘安早在陛下身边埋下细作，而那人正是郎中令段宏。你是在说我吗？陛下，段宏与刘安多次私会，透露陛下政策与布防，让刘安早做防备。来人，在！拿下！
走！陛下，段宏背叛陛下，与刘安合谋。我只是坦言相告，为什么要抓我呀？那我也可以坦然相告，我与刘安种种交往，都是授于皇命。何况你自己不就是背逆君王吗？有何资格指控于我？不错，雷贝，今日你可以背叛刘安投靠朕，他日也可能叛逆朕投靠旁人。如此朝秦暮楚之人，我大汉弃如草履，更何况拜你所赐，朕的计策功亏一篑。什么？你真以为刘安的阴谋举动朕不察不知吗？段宏叛变是假，卫青遇刺虽真，受伤却是假，一切只是诱兵之计。我们早已设下埋伏，只等刘安起兵，便一举歼灭。可你带着刘安的秘密出逃到此，刘安一定会顾及你的告发。你以为刘安还会出兵吗？雷贝，你坏朕大事，罪该万死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你去淮南，雷贝一来，刘安定会按兵不动，而且日后行事会更加谨慎，也有更多时间屯兵勾结。对大汉来说，更是心腹大患。如若外敌在侵，刘安有取得机会起兵，我们就会首尾失据，防不胜防啊！目前汉军未及整顿，难以挥军远征淮南，而且刘安外有贤明，又无谋反实据，即使汉军能去，也是名不正言不顺。这些朕当然明白，但就算卫青领兵，都未敢保证能胜过淮南精兵。正因不能力敌，所以只能智取。臣去一方面可以细查与他合谋的郡国诸侯、朝臣百官，让陛下早做防备；又可以钳制他用兵，让陛下立于不败之地。此计若能成事，固然是上策，但段大哥，你不带一兵一卒，万一不能取信于刘安，只身一人，就算你武功再好，又怎可抵挡千军万马？朕实在不想失去臂膀。雷贝既然告发臣与刘安勾结，那陛下将臣降职，以示不信，臣或能博取刘安信任。以臣与刘安几次交往，他是求贤若渴的，以臣之能，他不舍得杀我。你可知稍有差错，那可是九死一生。那臣就托陛下庇护，得那一线生机。参见皇后。段大哥，我正想去交房殿向你辞行，经过御河看到烛灯，相信是你，所以就过来了。我正是在为段大哥放灯祈福。吾兄安息，谢谢妹妹。段大哥忽被贬职，又要远赴淮南，个中详情我虽然不能细问，但深信此去是任重而道远。任虽重，道纵远，但能保护长安城中与未央宫里的人，也是值得的。段大哥，能否说实话？此去是否凶险极大？有妹妹的助导，哪怕什么凶险？叛父叛归，这是我唯一的心愿。若能遂愿，我也别无他求。段大哥，段大叔的事，子夫定会继续留心，派人继续寻找。但段大哥必须要平安归来，才能父子团聚。
就算人不在，魂也一定会归来，守护所爱。传天朝特使中尉段宏觐见。中尉段宏，参见大王，参见王太子。段大人此次前来，非为寻父，也非为叙旧吧？回大王，段宏这次是以特使身份而来。特使？雷贝那叛将向皇上污蔑本王，你是受命来夺我封地、诛我一族的，是不是？段宏是来查证一切，而不是要妄作定论。我无意谋反。是被奸人陷害，你信不信？我信不信并不重要，大王重视的该是我如何回禀。哼，难道你会说淮南忠诚吗？皇上会信吗？所以我并不打算回长安上报。你是说，你是来投诚的？不错。恐怕你是假意示好，实为探我虚实吧？好。我被雷贝揭发与大王有交情，不管我如何上报，也难在刘彻面前立足。此次请旨出使，只是一心前来投靠大王。大王竟如此相待，原来纵使我有忠肝义胆没用，纵使我已斩雷贝，为大王报仇消恨没用，纵使我厌访衡山王，祝大王与衡山王兄弟修好也没用。事到如今，段宏已无路可走，要杀，不用劳烦大王，段宏横剑一抹便可。且慢，你真是来投诚的？其实刘彻早就猜忌我，卫青又越来越霸道欺压我，即使没有雷贝告发，我也早想投奔大王。哼！你为活命当然说得好听了，但你可是自荐来调查我们，说不定今日走了，回去就向皇帝请功了。我若不自荐，能逃出长安，投奔新主吗？大王，我本带了3份大礼，以表忠诚，你还想要吗？段兄弟所说的3份礼，究竟是什么？第一，是一个消息。卫青根本就没有受伤，难怪探子说雷贝入京之后，卫青迅速康复，巡防练兵如旧。刘彻早已料到，卫青才干绝人，用兵如神，外敌尚且畏他如鬼魅。大王如要出兵，定会先行刺杀卫青，以乱汉军，所以故意安排卫青讲伤，让大王轻敌出兵，再派卫青伏击。所以雷贝叛变，刘彻估计我不会发兵，卫青也不用再办受伤。你竟然拿这个消息做人情！卫青被刺之时，你分明在场，还护卫着他斩杀刺客呢。正因刘彻不信我，特让卫青在我面前演戏装死，我以命相护，他却暗传护甲，根本就不会有事。他们军神同样狡诈，亏我当他们是兄弟。相比之下，大王更显仁德风尚，明君典范。刘彻这个小人，本来就是刻薄寡恩。若说仁德，寡人比得上。哼，刘彻也知道我们不会发兵，所以你这份礼对淮南全无好处。好，我还有第2份礼。
大王应该觉得眼熟吧？雷贝的剑，剑主正卧于跃马坡凉亭旁的黄土下，为背叛大王忏悔。啊，杀得好！我养兵1000日，又定好黄道吉日，全因为这该死的雷贝，都要推倒重来。你确实替我泄了心头之恨。 可是一个人死，对于我而言，最多是解一时之气，意义不是很大呀。看来大王最急于知道的，应该是关于大王亲弟衡山王的礼物吧？你是说你能助我与他修好？不错。段宏此来，除了是天朝的特使，也是衡山王刘赐的 密使，别信口胡言了。叔叔与父王向来不和，兄弟系于墙，外遇其武。大王一直小心谨慎，迟迟不起兵，不就是怕衡山王黄雀在后吗？其实衡山王的心思与大王一样，他怕大王侵其国土，惶恐难安。那如今，他对寡人的怨怼恐惧 已消除了，早就消弭殆尽了。而且我已说服他与大王合作，只要大王批准，我立刻安排衡山王与大王密会。荒谬！区区一个段宏，无才无势，凭什么让他听信于你？寡人也好奇，你到底用何方法来化解本王与弟弟的积怨呢？大王与衡山王兄弟失和，实为心病，奇珍异宝 当然治不了。只有我这代主才可起死回生。素足以令大王兄弟重归于好，结盟得天下的异斗素。 陛下，淮南送来密报。牛鼻环，段宏保住性命，过了第1关。鼻环套牛，任人牵扯。这是指他已经成功用计，将刘安套住。想必刘安现在正被段宏的牵绳拉着，一步步进入我们的圈套之中。段大哥果然智勇双全。 想不到他仅用1斗素，便取信于刘安。这么快就传来好消息。1尺布尚可缝，1斗素尚可充。兄弟2人不相容，这是当日民间传作的歌谣，诉说刘安父亲与先祖皇帝的故事。当年淮南厉王刘长目无法纪，祖父多番容忍，他仍不自省，竟然谋反。 祖父不忍兄弟相残，把他流放，可他却自杀了，让祖父背上了杀亲之罪。所以，段大哥再结2王丧父之恨，他们就自以为天生羽翼，自会同仇。我祖父哀怜他们丧父，不计前嫌，让他们得地封王，可他们兄弟不懂感恩，反击旧仇，与其父一样。 生谋反之心，朕若不将2人拿下，怎对得起先祖皇帝的在天之灵？如今，段大哥令2王歃血为盟，化干戈为玉帛，淮南王必会重用他。他表面拉拢，暗中却挑拨，定会让2兄弟两败俱伤，致内乱于未发之时。段宏办事，朕甚是放心。可惜那西北隐患依然蠢动。 被打败1次，暂且退了。不过一会儿又卷土重来。陛下放心，既然段大哥已在淮南牵制而亡，国内无虞，卫青愿请旨出征，让外敌明白，他们每次犯边，都必打败，好叫他们以后安分守己。好，朕有你2人，何惧内忧外患？今次出征，就让霍去病跟你同去，让外敌知道。 我大汉多能人，一名少爷，
足可叫他们丧胆。诺。姨母，票摇校尉霍去病参见皇后。来，霍校尉，果真威武不群。当然，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病弱小儿了。有舅父教我骑射，又有段叔叔教我武功，如今我的骑术、剑术、武艺无一不精。你武艺固然高强，可是，毕竟还太年轻。年轻也可以有所作为啊！皇上16岁已登帝位，内敕纲维，外修信目。姨母放心，小小一场战役，霍去病应付有余。姨母就是担心你年少气盛，自负骄躁。皇上虽是16岁就登基，但他从小修文习武，熟读治理之法，通晓圣贤之言，所以如今治理天下，行事有理。可你呢，从不读兵书，亦不晓兵法。兵书上写的大多都是中原作战之法，但我身处大漠荒地，面对的是西域夷人，行军之法本就不同，而且作战主要靠的是谋略。若是一味拘泥于兵书兵法，反而失了适时应变之机。说的好像句句在理似的。可是战场上生死相拼，领军者肩负的不只是胜负荣辱，还有军中上上下下与边疆民众的性命安危。轻浮自大，只会害己害人。姨母啊，我从小就跟舅父出入军营，常听他讲解行军之术，外敌强烈之处，所有的兵法，去病早已谨记心中。何况啊，更有陛下分派的一营精兵，又有舅父领军指挥，去病我并非独行，更不能独断。姨母不用担心。看来，去病也不是只凭血气的莽夫，倒像个有勇有谋的将才。只是外敌凶猛善战，在战场上，你一定要戒骄戒躁。去病遵命。去病从小多病，多亏姨母悉心照料，如今才有机会上阵杀敌，建功立业。我霍去病一定凯旋归来，报答姨母的抚育之恩。平定外敌，固然是姨母所愿，但姨母最期望的是你可以平安归来，这才是对姨母最大的报答。姨母放心，我与舅父一定平安归来，且带着赫赫战功。姨母就在长安，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。陛下圣安。陛下圣安。别理了。琴音是心，你的乐曲婉转悠扬，回音袅袅，如清风回旋于山谷之中，造诣不错。多谢陛下赞赏，奴婢奏的不过都是些小情小趣，哪里比得上陛下一曲能到天下？你听过朕奏琴？奴婢暂无福分得闻陛下琴音，但陛下心怀天下，气盖山河，
所府琴声必一如其人，恢宏壮阔。你聪颖机灵，琴韵妙绝。朕偶然路过，就被吸引过来。然而，细听之下，发觉当中既有悲怨，就似那清风想越过山谷而不得，让人忍不住叹息。奴婢小小伎俩，陛下全部都看透了。清风被困，琴音如诉。难道你是在以清风自比？奴婢不敢，只是觉得宫内样样都好，唯独高山流水，知音难寻。知音不见，伯牙绝弦。奴婢一路弹奏，心中滋嗟，不知这宫中可有人与奴婢共鸣一曲？要找知音又有何难？今夜我们不论礼法，只论知音。你叫？奴婢江氏。江姬。好。我这是做梦吗？是梦吗？不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奴婢入宫之前家人送的16玉坠，他们特意嘱咐奴婢，临幸之前挂在腰间，求得多子多福。这就成全你一个多子多福。陛下，小的有急事禀报。什么急事？就不能稍后再说吗？皇后说此事重要，要立刻禀报。是什么事？恭喜陛下，王姬喜得龙裔。皇后已经在掖庭照料，正等着陛下过去呢。果然是孟雄有兆。备驾，已经准备好了。奴婢在此恭候陛下回来。彻儿，他只有一个皇子，不够啊！为了大汉根基稳固，汉室定要开枝散叶。你身为后宫之首，延绵后嗣，是责无旁贷啊！陛下，作为君主，有责任安定民心。臣妾虽身在后宫，可天下之事并非全无所知。各路诸侯，陛下的兄弟叔伯各居封地，拥兵自重。立汉以来，诸侯作乱屡见不鲜。若汉室后嗣单薄，陛下只要龙体烧剑为和。这些不轨之徒以为有机可乘，就会兴兵作乱，那就是
一次生灵涂炭呐！江山社稷为重，望陛下亲书采选圣谕。恭喜皇后，王姬有喜了！真是太好了！怀上了，终于怀上了，恭喜皇后！来人，即刻禀告皇上，不许耽搁。诺。子夫终不负母后所托，皇上在天血脉，实乃我大汉之福。愿祖宗庇佑，保我汉室子嗣兴旺，国祚绵长。也保佑王姬腹中龙翼，健壮安康。宫中嫔妃同心，视为基础。愿上天体察皇后苦心，和乐永享，事事如愿。参见陛下。知道你一定在此，奔波了一夜，还要来祈求祖先庇荫我们的孩子，真是有妻如此妇，夫复何求？芳华有命，不失懿德；荣宠加身，不忘世责。于平阳侯府，朕与你初时便风华落寞，后带你入宫，种种艰辛难以言说。只是你得召后宫，忠感天地，成为天下之母，自始至终都不正、不显、不露。你正是如此德行模范。陛下，臣妾怎可与太皇太后并谈？若不像祖母，那看母后又如何？陛下，不要再捉弄臣妾了。两位太后皆是德彰天下，子夫望臣莫及。朕句句发自肺腑。当日你何等大度，为了天下社稷，忘极苦劝，搬出汉室安危来压朕，强把朕这夫君推向他人。最初，朕真的不高兴，但如今，朕不得不承认，确实心安不少。多一个孩儿，大汉就稳固一点。而且朕也为你高兴。苍天不负，你终于圆了母后之托，得偿所愿了。看到陛下高兴，臣妾也心安了。那你告诉朕，你高兴吗？能不愧母后，不愧先祖，臣妾当然高兴。能为陛下稳固天下，臣妾更是高兴。深知陛下事事以子夫为念，关心子夫的感受，臣妾不只是高兴，那还有什么？无比幸福。这种安心喜乐，足以让子夫以后面对任何事情都甘之如饴。你放心，将来你面对的只会是福与乐，再也不会有从前种种的委屈与惊险了。子夫相信，有你这话就好。子夫，明日朕要离宫一趟。离宫？战事紧张，军饷调度，各郡响应都是制胜关键。朕想亲自料理。陛下亲理军情，那子夫也要效法太皇太后与母后，在此闭关，为我们的孩子祈福。有妻如此，朕就放心了。别等了，等了这么久，皇上都没有来。不，我一定要等到。皇上说过，会成全我一个多子多福。或许皇上真的是离宫办事去了，不如我先去打探真确，然后我们再来吧。
江姬，这么巧啊？王姬也来散步啊？我自从怀孕之后，皇上牵挂得不得了，嘱我定时散步，我岂敢为止啊？这也是，龙胎当然要好好护佑，要不然也难向皇上交代。哎呦，江姬原来又是来弹琴呐！听闻先前你被召侍寝，是不是因为我妹妹怀孕的急报，坏了你的好梦啊？不过龙胎要紧，皇上自然紧张了，真是对不起姐姐了。对了，还没有恭喜妹妹呢。恭喜王姬喜怀龙子，愿龙子早日平平安安诞下，为大汉开枝散叶。谢谢姐姐，既有姐姐的祝福，我一定平平安安的生个皇子。有陛下的护佑，当然平安了。不打扰妹妹散步了，我先告辞了。哎，这江姬，请留步。这玉珠是你的吧？怎么会掉下来呢？原来是我玉坠上的流苏珠散了。这玉坠散了不要紧，要是我不小心踩到滑倒了，伤了龙胎，那就是大祸了啊！真怪我不小心，还好妹妹无事。16玉坠啊，16多子，这下玉坠没了，那多子也没了吧？皇上说了，会成全我，我一定能怀上，你就等着。皇后万福，都免礼吧。谢皇后。奴婢已经准备好了沐浴和斋食，皇后先入内沐浴更衣吧。不急。诺。后宫事务有劳姐姐了，最近一切安好吧？还算如常，就是出了点小意外。江姬早前跌倒，伤及髋骨，或会影响将来生育。这阵子大小事情，众妃健康，我都一一记在册上，送呈了过来。那有劳姐姐陪我去配殿，我一边看一边问些详情。诺。皇后驾到！参见皇后。见皇后。快免礼。皇后，奴婢不争气，没脸见皇后了。你先别着急，有什么事你尽管跟我说。回皇后，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妹妹这阵子就是这样病恹恹的，我们都以为怀孕就是这个样子。方才午膳后，就突然见血。可有传过御医？御医是来了，但也只说她血脉虚，查不出其他原因，只是再开了安胎的药。启红正在煎药呢。是奴婢不好，辜负了皇上的错爱，皇后的托付。好了，你先别多想了。我以前怀孕的时候也曾见血，后来胎儿也保住了，不是吗？你别太担心，把药吃了，看看情况再说。奴婢知道了。怎么这么久啊？腿长石头了是吗？把药拿来。来，慢着。启红，上前来。皇后有何吩咐？明月，你可闻到香味吗？是，好香。皇后，我们都用妆粉，当然满室皆香了。这后宫妆粉，我都是按个人喜好分配。王姬是鹅黄粉，只会有白芷的味道，而你的身上独有月季花香，非你该有。奴婢该死。皇后，江姬到。皇后万安。起来吧，我在为众姐妹缝制香囊。皇后亲自做香囊给我们。
花香宜人，也能凝神定气，陶冶性情。皇后对我们真好。你上次跌伤，伤患痊愈了没有？谢皇后关心，有御医照顾，又有皇后不断送来的药食用品，奴婢的外伤已经痊愈，只是因此不能生育。相信妹妹一定很难过。皇后，奴婢。你既进宫，我就视你为家人。我只希望后宫每个人都平安和乐，舒心顺意。最近多事，先是你不孕，再而王姬胎儿不稳，竟然见血。我去探望王姬时，发现他的侍女启红神色有异，追查之下，果然是启红在补汤里下药，几乎令王姬滑胎。启红已向我坦诚，自己利欲熏心，受人收买。我乃念他无知，且诚心认错，免他死罪。若主使者也能坦诚错误，真心悔改，或许本宫也能免其一死。江姬，你有话要告诉本宫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但本宫有。启红已经指证，是你收买他向王姬下药。我没有，是王姬收买下人诬陷我。自从知道你受伤不孕，本宫一直注意关心，为你筹谋往后生活。不管是出宫重获新生，还是留在宫里继续生活，本宫都会按你意愿尽力安排。可你想的却是谋害他人。时至今日，本宫独见你，是想给你机会，怕你知罪认错。但原来都是本宫枉费心思。御医证实，启红所下的正是能导致滑胎的蒲黄，而最近宫内只有你因治淤伤而要了此药。我确曾要此药疗伤，但也不能证实下药的就是我呀。皇后明鉴。不错，蒲黄并不能指证你，但收买启红的财物中，你的妆粉却是铁证。这月季花香粉，奇香无比，但仅有一盒，唯你独有。你以此粉收买启红，当中的月季花香却揭发了你，还要我拿出其他证据吗？皇后饶命，奴婢只是一时冲动，想要泄愤，并非存心害人。泄愤？奴婢入宫以来，从未受到宠幸，皇上连奴婢是谁都不记得，难得可以侍寝，却因王姬怀孕而告吹。本已难过，又被王姬姐妹所弃，跌倒，以致不孕。后宫之中，个人有个人的境遇。历代以来，恩宠尊荣、儿女成群的又有几个？凄凉的远不止你一个。你却诿过他人，更蒙歹心害人。可当日确实是因为王姬姐妹言辞侮辱，奴婢才会气急而跌倒。想到将来无儿无宠，在宫内孤独老死的凄凉，全因王姬而起，而她却受宠怀孕，无比风光。奴婢只是一时怨恨迷心，才会犯下这谋害皇嗣的死罪。奴婢知错了，奴婢闯下大祸，请皇后恕罪。其实奴婢除了为自己出口气，也是为皇后。那王姬名位未尊，一朝得宠，已经霸道嚣张。他日若诞下皇子，恐怕不止侮辱欺凌众姐妹，更会动摇皇后与皇子的地位啊！奴婢真是诚心维护皇后和皇子，只要皇后饶恕奴婢，江柔以后尽听皇后差遣。皇后一向宽容待下，即使饶恕奴婢，也不会招人疑心。放肆！我宽容待下，竟让你窃此狡辩。本宫真心把你们看作家人，王姬与你我共侍一君，她的孩子也是你我的孩子。你伤害的不只是大汉的皇嗣，也是自己的孩子，天理难容。
奴婢知错了。皇后宅心仁慈，厚道敏恤，不会杀人的，不会杀奴婢的。本宫的仁慈，本宫的敏恤，竟成为你狠杀孩子的仗势，那本宫更要严正执法，绝不能姑息养奸，不让心存歹念的人贻害后宫。来人！大赞！江姬谋害龙羿，论罪当斩，把他拉下去，后斩。皇上驾到！陛下救命啊！参见陛下。陛下圣安。都免礼。谢陛下。启禀陛下，江姬下药，意图谋害王姬腹中胎儿，幸亏臣妾发现得早，胎儿无事。但江姬毫无悔意，不断窃词狡辩。陛下，奴婢冤枉，奴婢下药并非自愿，而是受人所逼。受何人所逼？是皇后。皇后指使你向王姬下药。千真万确，陛下，皇后已不是陛下所知道的贤后，她怕王姬生下儿子会威胁到她母子的地位，知道我与王姬不和，又一直盼能弑君，故意安排侍寝机会相诱，叫我下药令王姬滑胎，若我不答应，就永不能见陛下一面。奴婢无奈之下才会下药，岂料皇后却将所有罪责推到我一人身上，意图脱身，还要杀奴婢。大胆将军！谋害王姬母子不成，还为图脱罪诬陷皇后。皇后善心仁德，是日积月累的言行所证，岂是你一人之言可以歪曲？你歹毒如斯，死不足惜。后宫之人，就由皇后处置吧。把江姬拉出去，力斩不赦，以儆效尤。陛下，陛下饶命！皇后饶命啊！奴婢知错了，奴婢真的知错了，皇后饶命啊！陛下，陛下救我！饶命啊！皇后，你看这皇城多美。是啊，只可惜江姬殒命，再看不到眼前这美景了。假如臣妾能及早察觉江姬品行，不选她入宫，她此时或能在家乡过安稳日子。皇后可知，朕方才为何要听她那番窃语诡辩？臣妾知道，陛下是要臣妾看清楚江姬的狡诈，以免臣妾因杀她而难受。如此狠毒之人，即便没有入宫，在民间也会多行不义，自寻死路。以皇后之人，也要狠心严杀，必定死有余辜。他执迷不悔，臣妾当然不会姑息。只是他的死，让臣妾明白，皇后二字，实有千斤之重。一念间，一句话，就是一条命啊！居高位者，权力与尊荣背后，就是这千斤之重。但由你与朕一起承担。朕勤政安民，平定天下；你传德后宫，教化万民。你我同行共勉。指望臣妾能不负陛下所托，臣妾今后会更用心。臣妾坚信，滴水可穿石。但愿王后能止祸患于未发。还记得当日说的比试吗？富国安邦，乃朕之志。而和了后宫，
是皇后之约。你我就此立约，同岁之约，以此生为契。不达者罚。好，不达者罚。此生为契。此生此世，与你白首偕老，共枕盟约。陛下。